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呢，想拍一个之前就很想拍的一个题目各种摄影器材的一个简单介绍。那阿达之前有讲过其实如果你是要拍 YouTube 影片的话，相机其实它并不是很决定性的一个设备，反而可能说你找一个能拍到的东西比较重要。譬如说好一点的录影手机，像 iPhone 或 Android 的旗舰机，或者说像之前我介绍过的 Insta360的全景，它一定什么东西也拍得到。他们拍照跟录影其实大部分都够用了。那比较重要一点，反而是像录音的设备，像这个麦克风，之前也介绍过 DJI 的麦克风，这些麦克风你怎么样都会让你的收音效果比手机或原本相机的收音效果好。那我这是收集了4样产品，那为大家一一的介绍，顺便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好，第一个是这个叫做能量棒或者是灯管。如果大家有看过阿达在拍投影机那种在墙面上打的一些反光，就是用这种短管。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比较小只一点，但是它的输出也比较小，它大概只有8瓦。它的颜色是可调的 ，RGB 随便你调。你像我现在背景有一边是蓝光，一边是红光，那就是用比较大一点的灯管。像我这一边就是用这一支洋葱的一种比较长的一个灯管。那这支非常好用，除了一样可以变色以外，那它本身还有一个手把。我今天简单开箱给大家看，里面大概是长这样，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就看你有没有在带出门如果带出门的话，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它可以帮你补光，而且还可以变色。它的外形就是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会再买一根呢？我现在背后已经有一根了，这打这蓝光效果非常好。那我现在红光这个是用那个白色的灯管，然后后面套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纸，其实老实讲还蛮丑的，所以我一直想把另外一支换掉。它这边就有一个开关，只要按住它就会打开。它本身还附一个可以直接扣上去的一个手把，然后因为它可以调整颜色嘛，如果你放在后面或者放在哪边做一个气氛灯的一个效果，然后它本身还有附一个变压器。这个我自己是蛮推的。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洋葱的一个能量灯管，这是大支的。那小支的呢，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看这一支，这支是比较短。这个优点就是它后面这里是装18650的电池，所以你可以自己换电池，也可以一直充电。它支援 Type-C 的充电，这两个都是洋葱的一个灯管。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叫 Zoom H8， 这一台是比较专业等级的一个录音设备。那上面这个有一个录音模组，是指向型的。它就非常适合，譬如说像去录演讲、录演唱会，或者说像一些那个很多人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想要入这个设备呢？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录一些掌机还是一些设备的发声效果。那我们之前都是用枪麦之类的。那其实我看了一些中国的评测，感觉他们都是用这种专业点的录音设备，比较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它的一些特色就是说，它最多可以支援8个输入，所以有8个音源。那另外它下面有个萤幕，只要你这样子往旁边开，它就打开了。它还可以接几个麦克风来录 Podcast， 那本身还有效果音的效果，它就会加入鼓掌还是一些其他音效。如果这些音效你都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外面抓一些音效下来放进去里面，而且它本身还可以装一般的3号电池，就可以拿来供电了。我是觉得相当方便的。那它是那个正成代理的，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正成的网站，或者是说你就问问看摄影设备。好，现在为大家简单测试一下这个 Podcast 的一个效果。它本身除了说我们直接录音的方式以外，我现在外接一个蓝牙麦来收音。譬如说我在录 Podcast， 跟访客讲话，讲到一半我要个音效，跟欢呼，还是那个搞砸的声音，这个设定我可以选择4个音效，但是它全部加起来有13个。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音效不够，你也可以透过记忆卡的方式直接扩充，看你要什么音效都可以。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使用 Sony 的专业枪麦来进行录音的。那大家听看音效品质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现在使用的是 Zoom H8 去收音的，大家听看音质表现怎么样？
接着我们来介绍的是这个设备啊，猛一看可能大家很能理解。那这个其实它就是 Insta360在使用的一个设备。如果大家有看过像特斯拉的一些介绍影片，它就可能用全景方式去录的，那它就是接这种东西，然后组合装在车上之后，然后再装全景相机，用这种方式啊，就可以接在车尾。那就可以去录车子前进的方式啊，特斯拉是怎么避障的啊？因为360相机它可以事后取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装上车来测试给大家看。我现在已经把支架粘在我的后挡风玻璃上了，好，然后上面也接了 Insta360最新的 X4，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准备用手机，然后直接开启 APP 来启动它，然后进行录影动作。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两个设备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猛一看有点像什么？拿出来去看比较快。它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项链。那这边呢，它有一个支架，它就可以装那个像 GoPro， 或者说我们之前介绍过 Insta360的那种相机，挂在胸前这样子，你就可以做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个拍摄。那另外这个呢比较有趣，这个反而是我这次买这个设备的时候故意再多买的。它做什么用的呢？它其实认真讲就是给 iPhone 用的，在功能上跟刚刚那个几乎是完全一样。这样子打开，然后戴在胸前，这样扣着。好，扣着之后大家可以看，我这里就可以往前倾。如果你是用 iPhone 拍片的话，那它这后面这里有一个磁吸环，这样吸着。如果说你是一个人自干开箱啊，或者说你是拍吃播或拍旅游的话，你前面放一堆东西，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取样开箱的过程，或你吃东西的一个画面。它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设备。好，不过它是要透过这个后面的磁吸环。那厂商也有送一个，如果你是 Enjoy 手机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粘。但是如果是 iPhone 的话，它直接用 MagSafe 去弄就好了。这也是一个我自己买来玩玩看的一个设备啊。以上就是阿达这次为大家介绍的几个刚买的一个摄影设备。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刚买啊，这整个跨度其实跨蛮大的。因为有的东西我大概买了超过半年了，因为一直没有一个时间可以简单介绍，我想说多累积几个设备吧，就一直放着一直放着。之后呢，如果说阿达也有在败家的话，会在整理一点东西之后，再一起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张影片，就要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